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书上教的关于中国人起源的知识全是胡编乱造？中国教育系统性地向我们灌输北京猿人、蓝田人等等的概念，其深层次的洗脑目的在哪里？教科书里的那些胡编乱造和那些脑残相信的西方唯史论有哪些深层次联系？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一章走上起跑线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由内而外做更好的自己，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一章走上起跑线。用于比较不同大陆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村社生活的开始。这时美洲毫无疑问已经出现了首批定居者，更新世和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已经开始。在那个年代的几千年内，动植物的驯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某些大陆上的族群是否已经比其他大陆上的族群领先一步或处于明显的优势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领先优势经过13000年的扩大，也许可以为耶利的问题提供答案。因此，这一章将要就各大陆的人类历史进行一次旋风式的旅行，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起源开始，经过几百万年，直到13000年。这一切现在将要浓缩在不到20页的篇幅里。当然，我对细节忽略不计，只谈谈在我看来与本书最相关的一些趋势。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也叫倭黑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也就是据估计在500万年至900万年之前。大约这个时间段，非洲猿的一个种群分成了几个种群，其中一只继续演化成现代大猩猩，一只演化成2种现代黑猩猩，还有一只在演化成人类。大猩猩这一只的分化显然稍早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分化。一些化石表明，我们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约400万年前基本上已经能直立，然后在大约250万年前身体开始长高，相对脑容量开始增大。这些原始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他们显然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演化的。虽然大约在170万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直立人这个阶段，但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现代人接近，他的脑容量几乎仍然不到我们的一半。石器在大约250万年前已经很普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最粗糙的石片和石头砍凿器。就动物学上的含义和鉴别来说，直立人已经不再是猿了，但与现代人仍然相去甚远。人类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在人类于大约700万年前起源后的最初500万或600万年中，仍然局限于非洲。首先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这已经从东南亚爪哇岛上发现的化石得到证明。这些化石通常称之为爪哇人，年代最久远的爪哇人化石，当然他们实际上可能是爪哇女人的化石，其年代通常被认为约100万年前。然而最近有人认为其年代实际上是180万年前。严格地说，直立人这个名词属于这些爪哇化石，而归入直立人一类的非洲化石也许应该有另一个不同的名称。目前对于欧洲人类公认的最早证据产生在大约50万年前，但也有人认为时间可能更早。人们当然可以假设，人类既然可以移居亚洲，自然也可以移居欧洲，因为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板块，没有什么重大屏障将它们分隔开。这说明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每当某个科学家宣布发现了最早的 X， 不管这个 X 是欧洲最早的人类化石，
是墨西哥引种规划的玉米的最早证据，或是任何地方最早的任何东西。这一宣布又刺激了其他科学家去发现更早的东西，以便更胜一筹。事实上，必定有某个真正的最早的 X， 而所有宣布的更早的 X 都是假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几乎对于任何 X 来说，对所谓更早的 X， 每年都会有新的发现和宣布，并驳斥了前几年所宣布的某些或全部更早的 X。 对这类问题，常常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去仔细探究，考古学家们才能达成共识。到了大约5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头骨变得较大、较圆，也较少棱角，这已经和较早的直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已相当近似，所以被归入我们智人这一类，而不是归入直立人一类。这种区别是带有任意性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然而，这些初期的智人在头骨的细节上仍然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的小得多，他们的制造物和行为更是明显地和我们不同。现代的制造石器的民族，如耶利的曾祖父这一辈人，会对50万年前的石器嗤之以鼻，认为极其粗糙。对于如今可以有把握证明我们的祖先当时的文化业绩，唯一可以用浓墨重彩加上一笔的是火的使用。最初的智人，除了他们的残骸和那些粗糙的石器外，没有给我们留下艺术品、武器或其他任何东西。澳大利亚仍然没有人类，这原因显而易见，从东南亚到达那里必须乘船。在美洲也没有人类，因为可能要等到占据欧亚大陆最靠近美洲的地方，如西伯利亚先有人烟，可能还需要造船技术。现在分隔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随着冰期海平面的不断升降，有时是一片海峡，有时是一座洲际路桥。然而，无论是造船或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生存，对最初的智人来说，仍然是力所不及的。从50万年前往后，非洲和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彼此之间，以及和东南亚人类之间，从骨骼的细节来看在继续分化。从13万年到40万年前，欧洲和亚洲西部人口的集中体现是特别众多的骨骼化石，他们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有时被归入一个单独的人种尼安德特人。尽管尼安德特人在许多漫画里被描绘成住在洞穴里像猿一样的野人，但他们的脑却比我们的还要稍大一些。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还是第一批懂得埋葬死者、照顾病人的人。然而，同现代新几内亚人的磨光石斧相比较，他们的石器仍显得粗糙。他们还不曾造出形制标准、形状多样、每件都有其明确功用的工具来。现在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的少数几个非洲人的骨骼残片，与其说像尼安德特人的骨骼，不如说更像我们现代人的骨骼。我们知道，甚至更少的东亚人的骨骼残片被保存了下来，但他们似乎与非洲人和尼安德特人也不相同。至于当时的生活方式，保存的最好的证据是非洲南部一些遗址上堆积的石头制品和被捕食动物的残骨。虽然这些1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相比，他们的骨骼更像现代人的骨骼，但他们所制造的石器基本上和尼安德特人的石器同样粗糙，仍然缺乏标准的形制。他们也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艺术品。从他们的捕食的各种动物的骨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的狩猎技巧平常，他们主要捕杀那些易于捕杀、毫无危险的动物。他们还不曾干过猎杀野牛、野猪和其他危险猎物的事。他们甚至不会捕鱼。在他们的紧靠海岸的遗址中，没有发现鱼骨和鱼钩。他们和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仍然不能算作完全的人。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说的大跃进时期。这种大跃进的最早的明确迹象是在东非遗址出土的标准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饰。这件首饰就是鸵鸟蛋壳做的珠子项链。同样的情况不久又出现在近东和东南欧，然后约4万年前又出现在西南欧，那里大量的人工制品与称作克罗马农人的完全现代人的骨骼一起被发现了。此后，保留在考古遗址中的人类遗物
变得越来越令人关注，使人毫不怀疑，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在生物学上和行为上的现代人。在克罗马诺人的遗物堆积中，不仅有石器，而且还有骨器。骨器易于成型，比如做成鱼钩，这一点显然是以前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有些工具做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形状，就像现在的工具一样，有针，有锥子，有雕刻工具，还有其他等等。对它们的功用，我们全都一目了然。出土的不仅仅是单件工具，如手持的刮削器，出土的还有多件复合工具。在克罗马诺人遗址上，可以认出来的复合武器包括鱼叉、梭镖投掷器，最后还有弓箭。这些都是步枪和其他现代复合武器的前身。这些能在安全距离内进行捕杀的有效手段，可以用来猎取犀牛、大象之类的危险猎物。而发明了用来结网、做钓鱼线和陷阱的绳子，就使我们的饮食又增加了鱼和鸟这样的美味。房屋和缝制服装的残迹，证明了人类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而残留的首饰和仔细埋葬的骸骨，则表明了革命性的审美观和精神层次上的发展。在一直保存完好的克罗马农人的物品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壮丽的洞穴壁画、雕像和乐器。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任何人只要到法国西南部的拉斯考洞穴去一趟，看看那里画的和实物一样大小的野牛和野马，直接体验一下壁画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他立刻就会了解，壁画的创作者不仅在形骸上，而且在心灵上必定都已经现代化了。显然，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进提出了2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至于原因问题，我曾在《第3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猴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则需要大大依靠语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在当时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至于这个大跃进发生的地点问题，它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地理区域，发生在某一群人当中，因而使他们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以前的那些人，或者它是不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而今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可能就是大跃进前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的后代。在非洲出土的看上去相当现代的大约10万年前的头骨，一直被用来支持前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明确发生在非洲。对所谓线粒体 DNA 的分子研究，起初也是用现代人发源于非洲这种说法来解释的，虽然这些分子发现的含义目前仍然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千百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的头骨，则被一些体质人类学家认为分别显示了仍然可以在现代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发现的一些特征。果真如此，那么这一发现可能表明现代人的平行演化和发源于多个地区，而不是发源于一个伊甸园。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主张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局部地区，接着向外扩散，到后来又取代了其他地方的人，这方面最强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欧洲。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奴人带着他们现代人的体格、优良的武器和其他先进的文化特征进入欧洲。不出几千年，尼安德特人不复存在。虽然几千年来，他们作为欧洲唯一的居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个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现代的克罗马奴人以某种方式利用他们的远为优良的技术和他们的语言技能或智慧，用病菌传染、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而又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诺人之间的混合现象。这种大跃进同我们的祖先在欧亚大陆定居以来第一次被证实的人类地理的重大扩张，在时间上不谋而合。这次扩张包括占据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这2个地方在当时还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陆。许多用碳十四测定的遗址证明，从4万年到3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出现了。从开始有人居住的很短时间内，
人类已经扩散到整个大陆，并对那里形形色色的栖息地，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地区，到澳大利亚干燥的内陆和潮湿的东南角，都已经能适应。在冰川时代，海洋中大量的水被锁闭在冰川中，因此全世界海平面要比现在低几百英尺。结果，现在亚洲和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和巴黎这些岛屿之间的浅海，当时成了干燥的陆地。其他一些水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情况也是如此。东南亚大陆边缘比现在的位置要往东700英里。然而，在巴厘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印度尼西亚中部诸岛，仍然被一些深水海峡所包围和分割。那时候，要从亚洲大陆到达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仍然需要渡过至少8个海峡，其中最宽的一个海峡至少有50英里宽。被大多数这样的海峡分隔开的岛屿，彼此隔海相望，但从澳大利亚看不见印度尼西亚，即使最近的岛屿蒂文岛和塔宁巴岛也依然看不见。因此，对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的占有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那需要有水运工具。因此这一点显然提供了关于历史上使用水运工具的最早证据。直到大约3万年后，也就是约13000年前，才有了除地中海外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出现了水运工具的有力证据。起先，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向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移居可能是意外的结果。有几个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屿旁的木筏上捕鱼时被卷入海中，有一个极端的设想，把首批移民描绘为其中有一个怀有男性胎儿的年轻孕妇。但是相信这种偶然移民论的人却由于最近的一些发现而大吃一惊。这些发现表明，到了大约35000年前，在新几内亚东面还有一些岛屿紧接在新几内亚本土之后也有人移居了。这些岛屿是俾斯麦群岛中的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卡岛。布卡岛即使从西边最近的岛屿也无法看到，因此到达这个岛屿的唯一办法就是渡过大约100英里宽的水面。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可能是有意识地渡水前往一些看得见的岛屿。同时，由于经常使用水运工具，他们不断地在无意中抵达了甚至看不见的遥远的岛屿。除了人类自到达欧亚大陆以来第一次使用水运工具和扩大活动范围外，对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移民还与另一个重大的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大型动物物种。今天，我们把非洲看作是大型哺乳动物的大陆，现代欧亚大陆也有许多种大型哺乳动物，虽然数量显然没有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那样多，如亚洲犀、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驼鹿、熊和在古典时期的狮子。今天的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没有同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事实上，连大于100磅中的袋鼠和哺乳动物也没有了。但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以前也曾有过它自己的一批多种多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大袋鼠，其状如犀，其大如牛，叫做古草食有袋动物的有袋类动物，以及有袋类的豹。它以前还有一种体重400磅、形状如鸵鸟的不会飞的鸟，以及一些大的吓人的爬虫，包括一种1吨重的蜥蜴，一种巨蟒和露西鳄鱼。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的所有这些巨型动物在人类到达后全部消失了。虽然对于这些动物灭亡的确切时间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有几个澳大利亚考古遗址，其年代绵延几万年之久，动物遗骨沉积惊人地丰富。在经过仔细的发掘之后，竟然没有发现有关过去35000年中现已灭绝的巨型动物的一丝痕迹。因此，这种巨型动物大概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不久后就灭绝了。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几乎同时消失，这一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答案是，它们被首批到达的人类杀光了或间接消灭了。请记住，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动物曾经在没有人类捕杀的情况下演化了几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
和南极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同样也是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演化的，并且直到现代才看见了人，所以今天仍然是温顺的不可救药。如果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它们可能已经很快灭绝了。在其他一些最近才发现的岛上，由于保护措施没有很快实施，消灭动物的事的确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受害者就是毛里求斯岛的渡渡鸟。渡渡鸟实际上已成了一种绝种的象征。我们现在还知道，在史前时代已有人移居的，如今得到详细研究的每一个海洋岛屿上，人类的移居都导致了一阵灭绝动物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受害者包括新西兰的恐鸟、马达加斯加的大狐猴和夏威夷的不能飞翔的巨型野鹅。正像现代人向不知害怕的渡渡鸟和海岛海豹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一样，史前人大概也是向不知害怕的恐鸟和大狐猴走过去并把它们杀死的。因此，关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消失的一个假设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象形之下，导致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猿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的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他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对渡渡鸟、恐鸟，也许还有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巨型动物来说，它们的不幸是在毫无演化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了狩猎技巧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的入侵。然而，就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情况而言，对这种所谓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并非没有人提出异议。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强调指出，迄今还不曾有人用文献证明这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某种绝种的巨型动物的遗骨，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们是被人杀死的，或甚至曾经同人类生活在一起。为过度猎杀的假设进行辩护的人则回答说，如果这种灭绝行动完成得十分迅速，而且在很久以前，例如在大约4万年前的几千年内就完成了，那么你几乎不可能找到猎杀的遗址。那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则回敬以一种相反的理论，这些巨型动物是死于气候的变化。例如在本已经长期干旱的澳洲大陆就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这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其澳大利亚的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经历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闭。这是相对于至少几百万年的时间这个范围内来说的，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这些巨型动物灭绝的地方，不仅有澳大利亚中部的干旱地区，而且还有潮湿的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它们灭绝于一个个栖息地，从沙漠地带到冷雨林和热带雨林，无一例外。因此，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这些巨型动物确实是被人消灭的，直接地被杀死当作食物，和由于人为地引起的火灾和栖息地的改变而引起的间接性的杀害。但是，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好，气候变化的假设也好，不管哪一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看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因此，人类移居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差不多到大跃进的时候才实现。随后接着发生的人类活动范围的又一次扩张，是进入欧亚大陆的最寒冷地区。虽然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冰川时代，对寒冷的气候已经适应，但他们再没有向北进一步深入，直到德意志北部和基辅为止。这并不奇怪，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没有缝制的衣服，温暖的住房以及其他为在寒冷气候中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从解剖学看，确实掌握了这种技术的现代民族在大约2万年前进入西伯利亚。对此通常都有一些认为时间还要早得多的说法。这一扩张可能就是欧亚大陆长毛象和长毛犀绝种的原因。随着人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定居，
现在人类已经占据了可以居住的5个大陆中的3个。在本书中，我始终把欧亚大陆算作一个大陆，我没有把南极大陆计算在内，因为南极大陆直到19世纪才有人到达，而且从来没有任何自给自足的居民，这样就只剩下2个大陆，北美洲和南美洲。他们无疑是最后2个有人定居的大陆。这原因很明显，因为从旧世界到达美洲要么用船去渡海，甚至在印度尼西亚直到4万年前才有证据表明已有了船，而欧洲要晚得多才有船，要么得先占有西伯利亚，以便通过白令路桥。西伯利亚直到大约2万年前才有人居住。然而不能肯定的是，在大约3万5千年前到1万4千年前这段时间里，美洲究竟于何时第一次有人移居？美洲最古老的没有争议的人类遗存是公元前1万2千年左右的阿拉斯加遗址，随后是加拿大边界以南的美国和墨西哥的大量遗址，时间是公元前1万1千年以前的几百年。后一种遗址称为克罗维遗址，是按照西墨西哥州克罗维城附近的那种类型的遗址命名的。在这些遗址上，具有代表性的巨大的石质矛头第一次得到确认。现在已知有数以百计的克罗维遗址散布在北美南部的美国本土全部48个州，往南直到墨西哥。在那以后不久，关于存在人类的没有争议的证据出现在亚马逊河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些事实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即克罗维遗址用实际材料证明了美洲第一次有人移居，这些人迅速繁衍扩张，布满了这2个州。人们开始时会感到惊讶，克罗维的子孙们竟然能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到达美加边界以南8000英里处的巴塔哥尼亚高原。然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平均每年只向前推进8英里，这对于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们平常在寻找食物时，在1天之内也可能走这么远的距离。人们开始时同样会感到惊讶，美洲显然很快就布满了人，所以他们就有目的地不断往南，朝巴塔哥尼亚高原推进。如果人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实际人数，这种人口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洲最终容纳以狩猎采集为生者的人数达到平均人口密度稍低于每平方英里1个人，那么整个美洲地区最终就能容纳100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对于现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值。但是即使最初的移民只有100个人，而他们的人数以每年 1.1% 增加，那么不出1000年，人口最高可达1000万人。每年 1.1% 的人口增长率又是小事一桩。在现代，当人们向处女地移民，就像英国皇家海军邦蒂号上的反叛者和他们的塔希提妻子向皮特凯恩岛移民那样，曾经观察到的人口增长率高达每年 4.3%。 克罗维猎人在到达后的开头几百年内留下的大量遗址，类似于得到考古证明的有关毛利人祖先在较晚近时期发现的新西兰所留下的大量遗址。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更早得多的时候已经向欧洲移民，以及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定居。有关这方面的大量遗址也已经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说，关于克罗维现象及其在美洲扩展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对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没有争议的向处女地移民的发现一致的。克罗维遗址突然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而不是出现在公元前16000年或21000年前的几百年中，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呢？请记住，西伯利亚终年严寒，在更新世冰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连绵不断的冰原在整个加拿大成了无法通行的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对付严寒所需要的技术，要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大约4万年前大批进入欧洲之后才出现，而人类向西伯利亚移民还要晚2万年。最后，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到了对面的阿拉斯加，或是由海路渡过白令海峡，白令海峡甚至在今天也只有50英里宽，或是在白令海峡还是干燥陆地的冰川时代徒步走过去的。白令路桥在其几千年的间歇存在期间，可能宽达1000英里，
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苔原，适应了寒冷条件的人是容易越过的。最近一次，当大约公元前14000年后，海平面上升时，路桥被水淹没，又一次成了海峡。不管这些早期的西伯利亚人是徒步走到阿拉斯加的，还是划船过去的，阿拉斯加有了人迹的最早可靠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在那以后不久，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没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阿拉斯加人得以从中通过，来到了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周围的北美大草原。这就为现代人消除了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最后的严重障碍。埃德蒙顿的这些开路先锋们可能发现大平原上到处都是猎物，他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于是逐步向南扩散，最后占据了整个西半球。克罗维现象的另一个特征和我们关于加拿大冰原以南首次出现了人类这一推测不谋而合。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美洲原来也是到处都有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15000年前，美洲西部的情形很像今天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有成群的大象和被狮子以及猎豹追逐的野马，还有许多诸如骆驼和巨型地懒之类的奇异动物。正和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一样，在美洲，大多数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也灭绝了。这些动物的灭绝在澳大利亚大概发生于3万年前，而在美洲则发生在大约17000年到12000年前。这些已经灭绝的美洲哺乳动物留有大量的骨骼，其年代也已得到精确的测定，因此可以确认它们的灭绝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也许灭绝时间测定的最精确的2种动物是沙斯塔的地懒和大峡谷地区哈灵顿的石山羊。这2种动物的种群在公元前11000年前后的100-200年内消失了。不管是否由于巧合，这个年代同克罗维的猎人到达大峡谷的年代是一致的，即使有误差，也是在试验的许可范围之内。在许多毛象骨骼的肋骨之间都嵌着克罗维人的矛头。这一发现表明，上述年代的一致并非巧合。克罗维的猎人们在美洲向南推进，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大型动物，他们可能发现这些美洲动物很容易杀死，于是就把它们消灭了。一种相反的理论说，美洲的大型动物之所以灭绝，是由于上一次冰期结束时发生的气候变化，而这一气候变化也是发生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对于现代古人类学家来说，这是混乱的解释。对于美洲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和关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大型动物灭绝的气候理论，就我个人而言是同一个问题。美洲的这些大型动物已经熬过了前面的22次冰期，为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却要在面对所有这些可能无害的人类时，选定第23次冰期一起死去呢？为什么它们在所有栖息地都消失了？不仅在那些缩小了的栖息地消失了，而且在上一次冰河结束时大大扩大了的栖息地也消失了。因此，我推测这是克罗维猎人干的，但这一争论仍然没有解决。不管哪种理论证明是正确的，本来可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同样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克罗维猎人是否是最早的美洲人？事情总是这样，每当有人宣布发现了什么最早的东西时，就会不断地有人做出新的宣布，说是在美洲发现了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遗址。每一年，这些新的宣布中，总有几项在当初做出时的确显得令人信服而又激动人心。接着，关于如何去解释这些发现，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产生了。所报道的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真的是人工打造的，或者不过是天然的特定形状的石块？所报道的用碳十字测定法测定的年代是否真的很正确，且不会由于可能困扰碳十字测定法的许多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难题而变得毫无价值呢？如果这些年代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是不是真的和人类的制品有关，而不是恰好是一块15000年的木炭？
落在了实际上是在9000年前打造的一块石器旁边。为了说明这些问题，请考虑以下这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比克罗维更早的发现的典型例子。在巴西的一个叫做佩德罗·弗拉达的岩棚上，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无疑是人画出来的洞穴壁画。他们还发现，在一处悬崖的底下有一堆堆石头，其中有些石头的形状表明它们可能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此外，他们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炉灶的东西，里面烧过的木炭，用碳十字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是大约35000年前。关于佩德罗·弗拉达的论文被发表在权威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国际科学杂志《自然》上，但是在那悬崖底下的那些石头中，没有一块石头像克罗维人的矛头和克罗马诺人的石器那样，一眼就可看出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如果几十万块石头在几万年的过程中从高高的悬崖上落下，其中有许多在撞击下面的石头时变成了屑片和碎裂开来，有些会碰巧像人工削凿成的粗糙的石器。在西欧和亚马逊河地区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用碳十字测定法测定了当时在洞穴壁画上所使用的颜料，但在佩德罗·弗拉达没有这样做。在周围地区经常发生森林火灾，大火把木头烧成了木炭，而木炭又经常被风和溪水卷进洞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把35000年前的木炭同佩德罗·弗拉达的毋庸置疑的洞穴壁画联系起来。尽管原来的发掘者们仍然深信不疑，但一群虽未参加发掘但能迅速接受比克罗维人更早的这种说法的考古学家，不久前访问了这个遗址，又带着满腹狐疑地走了。当前北美有一处最可信的被认为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这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据报道，这里的人类遗址用碳十字测定法测定的年代为大约16000年前。在梅多克罗夫特，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否认，确实在许多仔细发掘的堆积层中发现了许多人类制品，但是这些用碳十字测定法测定的最早的年代是讲不通的，因为与这些年代相联系的动植物是最近生活在气候温和的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物种，而不是可能生活在16000年前冰川时代的那些物种。因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被测定的为人类所使用的年代最远的木炭样品可能是克罗维人之后的木炭，不过混进了一些时间较早的木炭罢了。在南美，最有可能证明是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的是智利南部的蒙特维蒂遗址，年代至少在15000年以前。现在有许多考古学家也似乎认为可信，但鉴于以前的种种失望，还是小心为妙。如果美洲的确曾经存在过比克罗维人更早的人，为什么仍然这样的难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呢？考古学家们在美洲已经发掘了数以百计的年代明显在公元前2000年至11000年之间的遗址，其中包括北美西部的几十个克罗维人的遗址，阿巴拉契亚山脉中的一些岩棚，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一些遗址。在许多这样的遗址中，在所有那些明确显示存在过人类的考古层下面，又对更深的时代更久远的堆积层进行了发掘，结果仍然只发现动物的遗骸，但找不到关于存在过人类的进一步证据。在美洲找到的比克罗维人更早的证据的弱点同在欧洲找到的证据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遗址证明了远在克罗维猎人于公元前11000年出现在美洲之前，现代人就已经在欧洲存在了。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证据，那里的考古学家人数几乎不到美国的1/10，但就是很少的这几个考古学家却发现了散布在整个大陆上的100多个明确属于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早期人类当然不会乘直升飞机从阿拉斯加飞往梅多克罗夫特和蒙特维蒂，而置沿途整个风景于不顾。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经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前所未闻的原因，克罗维人以前的人类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中人口密度一直很低。
或在考古上始终行踪难觅。我发现这种意见比另一种意见更加严重的不合情理。这后一种意见是对蒙特威蒂和梅克多维夫特的遗址最终将会予以重新解释，就像已经对其他一些所谓的克罗维人之前的遗址重新予以解释那样。我觉得如果美洲的确在克罗维人之前就有人定居了，那么到现在可能已经在许多地方找到明显的证据了，而我们也不必继续争论下去了。然而，对这些问题，考古学家们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不管哪种解释证明是正确的，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洲后期史前时的了解。要么是美洲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首次有人类定居，并很快地布满各地；要么是人类首次定居发生的时间要稍早一些，大多数主张在克罗维人之前就已经有人类定居的人提出，定居的时间不迟于15000年或2万年前，可能是3万年前。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时间会更早，但直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些比克罗维人更早的移民人数仍然很少，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可以住人的5个大陆中，北美洲和南美洲是人类史前史最短的2个大陆。随着人类在美洲的定居，各个大陆和路边岛屿，以及从印度尼西亚到新几内亚东面的洋中岛，凡是可居住的大多数地区都有人类在生活。在世界上其余岛屿的定居直到现代才完成。地中海诸岛如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科西嘉岛和萨丁岛约在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在加勒比海诸岛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伯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马达加斯加岛在公元300年到800年之间。冰岛在公元9世纪。美洲印第安人可能是现代伊努伊特人的祖先，他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遍布北极附近地区。这样，在过去的700年中，唯一的无人居住等待欧洲探险家光顾的地区就只剩下大西洋和印度洋中的那些最偏远的岛屿，如亚速尔群岛和塞舌尔群岛和南极大陆了。各个大陆人类定居的年代有先后之分，这对其后的历史究竟有何影响？假使有一架时间机器把一个考古学家送回过去，让他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来一次环游世界，考虑到当时世界的情况，这个考古学家是否能够预测到在各个大陆上人类社会会接二连三地发展出枪炮、病菌和钢铁，并从而预测到今天世界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也许考虑过可能的领先优势。如果这种领先优势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非洲就是处于巨大的优势了。非洲大陆出现独立的猿人比任何其他大陆至少要早500万年。此外，如果现代人类的确是在大约1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然后向其他大陆扩散，那么其他地方在这期间积累起来的优势都会被一扫而光，从而使非洲人取得新的领先优势。而且，人类遗传的多样性以非洲为最高，也许更多样的人类集体会带来更多样的发明创造。不过，我们的这位考古学家那时可能会想，就这本书的论题来说，究竟什么是领先优势？我们切不可拘泥于这个与赛跑有关的比喻的字面意义。如果说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在最初几个开路先锋的移民到达后，人类大批居住于一个大陆所需要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例如，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就布满了甚至整个新大陆。如果说你认为领先优势的意思就是适应当地条件所需的时间，那么我承认，适应极端的环境的确需要时间。例如，在人类与北美的其余地方定居后，还要花9000年时间才在北极附近地区定居下来。但是，一旦现代人的创造力得到发展，人们就能探索并很快适应其他大部分地区。例如，毛利人的祖先在到达新西兰后，他们显然花了几乎不到100年时间，
就发现了各种有价值的食材资源，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一些最高低不平的地区把恐鸟全部杀死，又花了仅仅几百年时间，分化成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社会，从沿海狩猎采集社会到进行新型粮食储藏的农业社会。因此，我们的考古学家也许会在查看了美国后做出结论说，尽管非洲人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但他们可能会在最多1000年内被最早的美洲人迎头赶上。从那以后，比非洲面积大 5% 的美洲和大得多的环境多样性可能会使美洲土著获得对非洲人的优势。这位考古学家接着可能会转向欧亚大陆，并做出如下的推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除非洲外，它比任何其他大陆人类定居的时间都长。人类在100万年前才在欧亚大陆定居，而非洲在这之前很久就有人定居了。但这可能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原始人当时还处在一种相当原始的阶段。我们的考古学家可能会看一眼旧石器晚期西南欧的一片繁荣景象，那里有所有那些著名的艺术品和复杂的工具，然后他也许想要知道，当时的欧亚大陆是否已经至少局部地取得了领先的优势。最后，这位考古学家可能会再次转向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首先注意到它的面积很小，事实上它是最小的一个大陆，它的很大一部分是只能养活很少人的沙漠。这个大陆是与世隔绝的，人类在那里定居比在非洲和欧亚大陆都要晚。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这位考古学家预测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缓慢发展。但是请不要忘记，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水运工具的人，他们创作洞穴壁画，显然至少和欧洲的克罗马奴人一样早。乔纳森·金登和蒂姆·弗兰纳里指出，人类从亚洲大陆架岛屿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来定居，需要学会应付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岛屿上碰到的那种新环境，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海洋资源、珊瑚礁和红树林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当这些移民渡过每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和它东面的另一个岛屿之间的海峡时，他们又一次适应并布满了这个岛，接着再向下一个岛屿移民。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人口连续爆炸的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也许这种周而复始的移民、适应性变化和人口爆炸是专为大跃进做准备的。大跃进在这里发生后，再向西传播回欧亚大陆和非洲。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那么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就是取得了一种巨大的领先优势。这种优势本来是可以在大跃进之后很久继续推动那里的人类发展的。因此，一个被送回到公元前11000年的观察者可能不会预测到哪个大陆上的人类社会会发展的最快，但他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一个大陆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从事后来看，欧亚大陆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陆，但结果表明，欧亚大陆社会发展较快的真实原因，根本不是我们所虚构的公元前11000年时的考古学家所猜测的那种直截了当的原因。本书以下篇幅所要研究的，就是去发现那些真正的原因。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章，走上起跑线，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